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有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项实验，他们把蚂蚁面前的食物平移到20厘米远的地方，蚂蚁很快便朝着前方行动，重新找到了食物。但当他们将蚂蚁面前的食物吊起来，微微超过蚂蚁的头部，蚂蚁便会茫然失措，四处寻找而不得。由此，科学家发现，蚂蚁虽然是3维生物，但只有2维视角。它无法感知高度，即使食物就在它的眼角上方，它也看不到。生活中很多人就是这样，总以为自己遇到了天大的难题，仿佛怎么想都绕不出来，怎么做都是无解。但其实你只不过是被困在了单一的平面里，看不到问题的本质而已。爱因斯坦说过，所有困难的问题，答案都在更高的层次。当事情变得棘手，你要做的不是继续与问题纠缠，而是升高自己的维度，用全局视角看世界，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身体的问题在能量层面。你是那种很容易感到疲乏的人吗？明明早早休息，可一觉醒来还是感觉精神不振。明明啥也不干，可一整天下来还是觉得身心俱疲。美国心理学教授大卫·霍金斯认为，人就是一个能量系统，身体的问题在更高的层面，其实是能量的问题。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不适，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能量太低。哈佛商学院的期刊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名叫史蒂夫的会计师，在事业蒸蒸日上时，突然患上了失眠症。长期的睡眠不足让他难以集中精神，免疫力变得低下，还动不动就生病。出于无奈，他不得不停掉工作，专心治病。然而遍寻名医后，谁都查不出病因，绝望之下，史蒂夫决定自救。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发现此前因为工作太拼，他总是深感疲惫，对家人没有什么耐心。长时间低落的状态也让他特别敏感多疑，遇到不顺心就会归咎于人。为了能改善这种情况，他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先是规律生活，开始劳逸结合，接着又给自己安排了晨练，在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有了空闲时间，他还学着做饭，与家人的关系也缓和了很多。这样执行了一段时间，他慢慢睡得着了，精气神也变得很足。回归工作后，即使依然忙碌，他也每天元气满满，实现了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能量不足的人就如同处在一个自我消耗的磁场里，无论做什么都会让自己身心俱疲。只有试着停下来，让能量慢慢恢复，才能调理好自身状态，让自己获得源源不断的滋养。很认同一句话，生命的真相就是能量。一个人的状态往往跟他的能量高低相匹配。能量不足时，人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干什么都觉得无聊乏味。而学着为自己充能，放慢脚步，多去做一些滋养自己的事，哪怕境遇不安，等你心境到了更高的层次，你就有足够的底气去抵御世间的风雨。家庭的问题在气场层面。在知乎上看到一个真实故事，有家人一起去爬山，不料到了山上才发现，
小女儿的奶瓶忘记带了，爸爸立刻开始冲着妈妈发火：你脑子干什么吃的？奶瓶都能忘，干脆别出来旅游了。妈妈愣了一下，转而将矛头对准大女儿：不是让你收着吗？你放哪儿去了？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大女儿委屈之极，奶奶又出来添乱：我看你们也是够了，以后娃娃丢了算了，一辈子都是这样。一家人你争我吵，谁也不让谁，闹得景区人员都不得不出面阻止。为什么明明很小的一件事，他们却如此大动干戈？因为他们这个家庭气场出了问题。这家人的父亲是销售，在外受了客户的气，积压的情绪经常发泄到家里。母亲为了家庭劳心劳力，到头来得不到笑脸，对待孩子就更没有耐心。而奶奶整天被小两口的争吵声熏染，也难怪一点就爆，导致矛盾升级。曾仕强曾说，家庭不和睦大多是气场有毛病。很多人喜欢对家人贬低谩骂，不是因为他生性如此，而是被外部的环境所影响。家中的氛围消极懈怠，人性中负面的东西便会显现，气场自然就乱了。古语有云，家和万事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哪个家庭会没有摩擦？那些看起来幸福美满的家，也不过是家人间更懂包容和感恩，因为他们明白，互相指责没有任何好处，彼此尊重才能携手并进。一家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尽量为对方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不争对错，不翻旧账，不揪小事，家里的气场变好了，日子自然越过越和美。贫穷的问题在意识层面。法国有位富翁曾在报纸上刊登过一个问题：穷人最缺少的是什么？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是金钱，有人说是机会，还有人说是技能。只有一个年轻人答对了，是成为富人的意识。事实上，很多人之所以贫穷，并非因为脑子笨或者体力差，而是他们对财富认知不足。赚不到钱就说时运不济，生活困窘就归咎于人，宁愿一辈子吃苦受穷，也不愿意花时间了解金钱的本质。站在更高的维度看，他们拮据的生活其实都是自己的意识问题。很多年前，洛克菲勒在教堂做礼拜时，偶遇了一个叫汉瑟的小花匠。他生活困窘，每天过得惨兮兮，却从来不想着做点什么来改善自己的现状。原因竟是他认为坚守贫穷是一种美德，深信圣经中那句金钱是万恶之源。洛克菲勒很同情他，对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圣经中的原话是，喜爱金钱是万恶之源。意思是，如果你只知道当个守财奴，那么金钱就是万恶之源。但如果你有了钱，能惠及你的家人朋友，拯救那些孤苦无依的穷人，金钱就成了幸福之源。洛克菲勒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竭尽全力让自己更加富有，并通过金钱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正是靠着这个信念，洛克菲勒才从一穷二白的小伙子成为了如今坐拥千万资产的石油大亨。如果你连赚钱的意识都没有，那就只能和这个小花匠一样，一辈子穷困潦倒。王志文曾在一次采访中说，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主要是观念的差距。穷人认为没钱是自己的命运，但富人却明白，穷只是一种可以被改变的状态。如果一个人没有发财的意识，贫穷便会不断的遗传，殃及世世代代。
说到底，钱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认知的问题。唯有认识金钱，人才能驾驭金钱。有了成为富人的意愿，你才能解读财富的密码，跨越到更高的阶层。命运的问题在因果层面。泰戈尔曾说，所谓命运这东西，无非是考验、惩罚或补偿。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运气，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坎坷。如果你现在身处巅峰，一定是早些年你努力攀登的结果。如果你此刻境遇艰难，那也一定是此前你做错过什么。把目光拉长一点，升高维度来看当下，你会发现很多事看似是宿命，但追根溯源，也冥冥之中都有因果定数。杨天真曾在节目中说起自己成功的秘诀，那就是每一步他都做到了主动。从上大学开始，他意识到自己不喜欢导演专业，于是选择成一名经纪人。求职的时候，他得到了行业大佬的电话，便毛遂自荐，最后得到了心仪的岗位。工作10几年后，他发现自己对女装感兴趣，又跨行业发展，新事业也大获成功。在他看来，任何事情想要有好的结果，都是主动去创造，主动去学习，不断拓宽自己的能力边界，普通人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活出不平凡的一生。老话常说，万法皆空，唯有因果不空。人活在这个世上，所谓的命中注定，不过都是努力争取。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也都需要你伸手抓住才行。别抱怨自己过得不顺，而是应该回头看看，是什么造成了如今的结局。能力不足就努力学习，心态不好就尽力调整，逼自己做出改变，你才能积攒逆天改命的资本，在未来实现人生的逆袭。很认同一句话，在迷宫里怎么绕都是墙，但站在迷宫上怎么走都是路。很多时候我们身处困境，四处碰壁，不过是因为目光被限制，看不到世界的全貌而已。换个思路想，答案很快会浮出水面，换个方向走，目的地也会清晰可见。学会用升维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你就能一眼看透事物的本质。无论未来遇到什么，你的思维到了更高的层次，你自然也能无往不利。